Adrian 这个频道啊，不知不觉也拍了好多辆车，观看率比较高的呢，都是比较街上看到的车啦。其实有一种车，如果你是拍它的话，那个观看率、收看率会比较少。但是没关系，只要是我有机会试驾到的车呢，我都会去试驾。我也曾经试驾过几次 Mini Cooper 啦。那么终于今天有这个机会 ，F56 Mini JCW。Hello， 大家好，又是 Adrian， 不是一个车兵，只是 BOV。今天呢，在我身后这一辆来头不小，它叫做 Mini JCW。那么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的话呢，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这样子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啦。那么我们去找一下车主哈，这辆车的车主叫做 Mac， 非常感谢你借我这辆车啦 JCW 哈，在马路上看似很少有，在马来西亚里面应该有没有多少个人有去试驾过哈？你的车有做一些改装吗？有啊，那我们去看一下你的车有改什么啦 ，Let's go。2017年的Mini JCW 可以算是叫做第3代哈，第一代呢也叫做 R 系列啦，R50啦，R52、R53，第二代开始叫 R56啦，有 R57啦，那个是2006年的啦，直到2013年呢，它就换款叫做 F55、F56、F57，到这个呢还是叫 F56，直到它 facelift 之后呢，换了一些东西，其实也可以叫做 F56。想当年售卖新车价钱288,888，非常有个性小钢炮哈。如果今天我拍摄试驾 BMW 的收看率很高 ，Mini 的话会比较少一点哈。能够买到 Mini 的人哦，是比较有个性的，因为他们会觉得我要跟大家不一样，因为 Mini 的样子特别，内饰设计也比较特别，可能品质上面没有比 BMW 来的好，就是挂着这个特别这2个字。内饰的话，听讲也不会比 BMW 的内饰来的好，应该是说它的用料上面哈。这是解锁，它解锁之后呢 ，DRL 会亮开。205/45R18 Pirelli P7 Run Flat 轮胎，这个18寸看起来很大，你会看到的 offset 比较够力一点，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很够力的卡钳 ，4-board caliper 4活塞的卡钳，高度比较矮了一点，因为这辆车已经改上了 BCBR 的 adjustable 4级 top down 啊，可以开 camber 了啊。后面也是有刹车卡钳，但是普通的 single board。后面也是205/40R18，轮胎 square design， 这是一个前轮车，都是一样的 size 啊。我很好奇耶，这个 Pirelli P7 的 run flat 胎压竟然是260 tread weight， 我以为 run flat 是300到400左右。这里有的给你插着。排气管在中间。这个尾箱空间211公升，还可以扩展里面的空间，你可以放一些2个包包这样子啊 ，OK， power outlet 啊，灯啊，相信这边是 fuse box 啦，还是这样，基本上就是这样，211公升，椅背可以做倾倒，这里2个拉杆拉一拉，这边有一个小手把，这里也有一个，可以2个一起拉来关尾箱。这辆车有无钥匙进入啦，还有无钥匙启动啦。只要按这个就是解锁跟锁门哈。整个内饰呢 ，Mini 都很相似啊。比如说你今天是开的 Countryman 啊、Clubman 或者是 Cooper S， 它里面内饰都是旗鼓相当的。比如说这里的 button 啊、轴把的设计啊，都是差不多的。尤其是这个方向盘哈，大家都好像长得差不多这样子。哎呀，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我身高173，脚这里呢已经是顶着前面的座位了。然后如果把脚打开一点，脚呢就没有位置放，可以让我塞在椅子下面哦，后座空间会比较逊色了一点。窗口很大，所以不会有什么压迫感。椅背呢会比较直了一点哦，如果你想要坐长途的话，应该不会太舒服的。还可以塞 seatbelt cup holders， 就有这个。开灯的，打着引擎一下。那个声音很熟悉哦 ，Mini。因为这辆车呢已经改过排气管了，这个排气管有 on-off valve， 所以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 button。我们先关掉吧，好不好？还是有一点小声音，但是如果 on 的话呢？哇哦！
Mini 最特别的就是它的这个仪表啦 ，F56这一款它是一个 analog， 但是我相信 facelift 之后呢，好像是 full digital 的，但是我会比较喜欢这一种 analog 的啦，比较简单的设计，但是很有拉风、很跑风啊。这个方向盘呢是可以调整前后上下的哈，方向盘上下的话呢，那个仪表也会跟着上下哦，也是蛮好的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 system， 那么它的 signal 是很特别哦，看到吧？这里有一个 BC button， 按下去了之后呢，它就是可以看这边的资讯啦，比如说水温啊、range 啦，平均油耗呢是1 liter 7 km 啊。这是一副6速的自排变速箱，由爱信厂家制造不是 ZF 啊 ，ZF 呢是给后驱车的，那前驱车的话就是爱信，很靠谱的一个变速箱啊，所以你不用担心有什么大问题啦，这样子。那这里就有一个小小的拉杆，你可以推去左边。Sport meter 就会出现 Sport 啦，推回来就是可以去 Green 省油模式。那我贴去 Green 先，等下我们试驾一下。这个就有类似 iDrive 的系统啦，这个不解说太多啦，这个你们可以去 YouTube 看看是怎么操作的哈。这里是冷气 Auto Start Stop Off， 还有 Traction Control Off， 手扶箱 Auto Dim Rear View Mirror。风琴式踏板我的最爱，但是它的设计是比较带圆形的。Mini 的设计元素 ，BMW 的关系就是要拉2下，自己用手调整的。Semi bucket seat 全部都是手动调整啊。这辆车只有4颗安全气囊。这辆车的安全配备呢，没有讲太多。2017年将近300千买到4颗安全气囊 ，BSC、ESC 全部有到完，4个 airbag 啦 ，DSC 啦，有 automatic stability control、traction control、dynamic traction control， 还有 ABS、EBD 啦 ，tire pressure monitoring system、park distance control， 有一个鱼眼 ，daylight 还在开着的，晚上开灯的时候 daylight 还是有的，但是就比较暗啦。高灯也开了，没有前面的 fog light， 哎呀，忘记开这个 hazard light， 这个就是它的行车灯，哈哈哈，carbon fiber 的进气孔哦。我看到有 Ultra Racing Bar 在前面。据 Wikipedia 说，它是一个 B48 2.0公升涡轮增压引擎哈，它是跟 BMW F30 330i LCI 的这个引擎是同一副的，可以产生231匹马力，320牛顿米。据说有 Overboost， 就是说它可以增压到从320牛顿米可以增压到350牛顿米，由1250转的时候开始。这辆车已经经过 Stage 2的改装 ，MSD Performance 的进气做排气管，还有 Remap。那现在 On-Wheel Dyno 呢，大概是270多的马力啦，前驱车大概300匹以内是 OK 了的啦，已经够了的啦。原厂数据0到100 6.1秒，极限246 km/h。整辆车的重量才1175公斤，轴距不到3000毫米，俗称 Three Doors 2个门，还有一个尾箱叫做 Three Doors。前面是 McPherson， 后面这个悬挂是 Multi-Link。你看后雾灯多亮，所以很多 BMW 跟 Mini Cooper 的车主不要乱开哈，很刺眼啊晚上。好了，大概就是这样了，我们去上路试驾吧 ，Let's go。漂亮。Facelift 之后呢，应该是电子手刹的。然后这个挡挂呢，加上 BMW 那种电子的挡挂，但是我没有问题啦，我都 OK 啦，觉得只要可以换挡都不成什么问题啊。有 reverse camera， 只要你放进 R 的时候就有 reverse camera 哈。OK， 现在是什么呢？我们去 Green Mode，Green Mode 就是所称的省油模式啦。哈。一坐进来的那种。这种跳动啊，根本就是 BCBR 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我一上车的时候，我就问他 back， 你是不是换了 adjustable？ 它原装够硬嘛？不会很硬。看很多中国人的 review 啦，他们讲，mini 如果是女人驾的话会很挑啦，什么很不舒服啦。可能是 run flat tire 的关系所以所以就比较舒服。但是我很喜欢 Mini 跟 BM 的这个油门它的 throttle 很精准我要踩多少它就给多少，不会拖泥带水就是不会 over respond 或者是不够 respond踩18%它就给18%，我要踩11%就是给11%，哇，很冲我现在是在 Green Mode， 我刚刚踩一个不到10%的油门而已，加速很快，不简单。Mac， 你这辆车现在的 on wheel 是270的 horsepower 嘛？这样它的 Newton meter 是大概多少？大概400这样，400左右。
很劲一下，一个前驱车，哦，前轮一个400牛顿米。我觉得大家看不到那个米的啦，因为有点暗，我开一点灯，应该看得到吧？大家开了灯之后更容易看得到了。这个是 Recon 车是吗？因为我看到有日本字在上面哈。买这样 Recon 车是大概什么时候买的这样车？去年12月。大概啦，多少钱买回来这样子？100万。因为 Recon 车啦，还是一个性能车啦，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啊？这样子吗？有，power arm 已经是坏了啊，这些。就是前面的车主弄坏了的啦，已经应该是旧了。然后你换完所有的 lower arm， 大概会修了多少钱那边？有啊，10多钱有啊，全部东西。除了 lower arm 还有其他的没有？有其他engine mounting也是坏了。Eco mode 踩一个28%，哎呦，很轻松哎，那个油门踩一点点下去，它就哇哦。那个方向盘都非常的精准，摆一点就有了。普通在加米尼的 Countryman 啊那些啊，其实它也是这样子的，很扎实。看我摆一点点，不会拖泥带水，而且方向盘它不会很重。其实如果是给女生驾的话，你会觉得很重哈。但我们男生驾的话还 OK。它这种重量呢，就好像我今天驾的330i 的 Sport Plus 的感觉哦，就 OK 啦。哇，真的是很精准到，你看我摆一点点 ，maybe 你这个 BCBR 会有帮助到它这个哈。我才摆一点点不了哦。收看着我的视频的朋友们，你应该看到我的现在的跳度哦。然后那个长帮我调偏硬了，不要调偏硬了，还可以硬。OK。我 track 右才最硬的。明白。我讲多车了。Downshift。喂，在一个28%的油门不了 bro， 哇，后面的那个 Jazz 来丢我。放一下 normal mode， 哇，那个油门更加冲。Green 跟 normal mode 的，这个是什么声音？打炮声。它会有打炮 ，pop and bang。它 Green 跟 normal mode 的这个分别很大，真的很大。我都觉得它的 Green mode 很冲，很暴力。这个方向盘哦，我真的要习惯一下了，因为我没有试过加了摆动这么少的 steering wheel。很容易就 oversteer 跟 understeer 嘞，因为我不习惯。对。哦，一到 shift 就有这个声音啊。这个窗很熟悉吧？我都不敢踩完嘞。我只踩一个可能3-4%在 pick up 的时候，就呼，有没有？它的暴力有没有？很暴力，有没有驾过这么暴力的 mini？ 这辆车有点让我有点怕，真的。我换了 BCBR， 有点那个 steering 好像是。它以前应该没有这样 sensitive 的吧？我觉得应该没有。我也是装 anti-roll bar， 前后 anti-roll bar 要装。这样子如果打满一缸油了，你可以打多少liter大概每次？如果打满了80块，80多。95啊。95 80块应该有40liter左右啦，不到40liter哈。以你这样子驾法可以走多远？我每次到250就打了。哦哟，够力，耗油。如果踩很够力的话，就是200出一点吧。马来西亚版本的 Mini JCW 呢，就是配搭着12厘喇叭哈曼卡顿。那么这辆车 Recon 呢，可能前车主没有去选配，因为这些都是选配的。我们来听一下它的音响，因为我觉得 Mini 给的音响其实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哈。这个只是一个 FM 而已咯，给我都觉得很好了。这个原装的 speaker， 它的 bass 很够啊，它的 surround sound 很够。哦，这个 Green mode 哦，直到我松开油门，在 rolling 啊，在滑翔的时候啊，它会好像会去 N 档这样子的，好像刚刚换去 N。Volkswagen Golf GTI 也是会有这种功能哈。哇，这个就是它 Green mode 啊，原来它掉去1000 RPM 了啊，踩一点油它就上来了，哈哈。经常来载女朋友吗？有啊。女朋友会 complain 吗？没有啊，没有 complain。
很跳哦。吧，如果你加 Highway，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啊。但是比 CBR 有一个问题哦，过冬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嘣嘣的声音，包括我叫那个 Civic 啊改 Stage 2的那个，这个刹车踩下去有意思啊，不像我开着 BMW 330i G20， 如果你们有看过我之前的影片的话，它很神奇哦，它要踩的比较深，它才会有启用到它的那个刹车，也是 4 port 吗？这个也是 4 port， 但是可能它车身轻的关系哈，所以很线性啊，我踩多少它给多少了，它给到你很有信心。结果我加到330i 的时候就好像有点担心这样，那个刹车到底够不够用？但是很多人说不够用啊，都是去 upgrade 啦。Sport Mode 的那个油门更加难开啊，如果是你在 Stop and Go 那种城市开的话，会不好开，很敏感。我们来试一下这里0到100，当然不能一下子踩完，也不会做 launch control， 因为它的马力跟扭力实在是太大了哈。我们来小踩一下。够力，你加快的时候，那个 steering wheel 真的很难摆。难摆哦。我不会啊。你有没有觉得踩 brake 的时候它会硬一点？有。会有一点点哦，不懂是 steering wheel 太过敏感还是什么。吧，我现在是不习惯它的 steering 是太敏感，highway 的时候很难加的，尤其是加很快的时候。你不能摆太多，你摆太多好像会出事哎，感觉到。是，会感觉到哦。车身很定，但是它的 Sport Mode 的时候，那个油门太过敏感。OK， 我看来我换去 Normal 了。380的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太轻松了。180的很鬼有力啊，这样子，一点点吧。轻轻松松，我们现在是上山的嘞。它轻轻松松，我就160这样子上海。因为我最近都在驾 NA 车，我很久没有驾德波车了。我突然来一个这么大的、这么厉害的怪兽，板机食老虎啊！不要看不起我是 Mini， 我是 JCW Bro。120过这个完全没有压力哦。踩中 brake 的时候会有一点。不懂是他的个性还是他的有什么问题嘞？觉得他踩 brake 的时候一样啊。会有一点。我听外国 review 也是这样。哦，所以 original 已经是这样了啊，踩 brake 会左右摆动了。还是。如果你想要在这种 traffic 穿梭的话，新手建议不要啦。因为我都已经有一点难控制了 steering 了。哦 ，crossover。OK， 我今天也来到这里是要干啥呢？就是要上山了。请留守我的频道，我们下一集 Part 2呢，就会把这辆怪兽给开上山了啊。那我就把车停在这儿。这个车的 steering 弄到我忙起来哦，因为它太过敏感了，忙到我不懂打行乐的时候，你真的很忙在抓紧这个方向盘哦。这么多车以来，我还是喜欢这个传统手刹啊，比较方便啊。我们拉就是了。非常感谢 Back。OK， 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啦。
外表这么斯文，没有改装什么东西，都可以这么暴力哈，我真的无法想象等下上山会怎么样。说起来我都有点紧张啊，真的不简单，不容易开这辆车。好啦，各位啊，影片就到此结束啦。要看我Part 2的影片吗？要看吗？要看 Mini JCW 上山吗？快订阅哦！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拜拜。